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今天退休，你觉得准备1000万现金，未来够用吗？根据近年的物价走势，如果通膨长期维持在 2% 左右，那代表你现在手上的100万，30几年后购买力只剩下一半。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自己想准备的是累积1000万的退休金，但实际退休那天，它可能只剩下500万的生活力。这也是为什么退休规划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金额不够多，而是钱不会再长大。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讨论要存多少钱才能退休，而是如何打造一个退休后还会持续流动的资产系统。我们要的不是水桶，而是一个会一直供水的资产水龙头。在讨论资产配置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理解一个关键概念，就是所得替代率。简单来说，就是你预期退休后的被动收入能不能替代你退休前的薪资生活水准。假设你退休前月薪6万，如果退休后只能月领2万4，那你的所得替代率就是 40%。 40% 是什么含义呢？代表在退休前，如果是低储蓄的情况下，退休后这些被动收入维持基本生活可能还过得去，但你不能生病，不能旅游，任何临时性的支出都会形成压力。一般来说，除非退休前是高收入、高储蓄的情况，否则 40% 所得替代率只能勉强维持生存。60%到 80% 才算是比较能够维持生活品质的区间。但很多人以为未来只靠劳保的月退就可以撑起退休生活，实际却会发现，劳保年金往往只能提供约 30% 到 40% 的所得替代率，而另外劳退自提的部分，则是也有领完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过一个不缩水的退休生活，中间那一大段缺口，还是只能靠自己打造其他被动收入来填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如何规划那剩下的财务系统。很多人一想到退休投资，第一个反应是，那我就都买高股息、高殖利率股票呀，不然就将所剩资金买房来收租，或全部放定存最安全。但问题是，随着医疗资源进步，现代人平均寿命延长，退休生活不是3年，不是5年，而是20-3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任何单一押注都可能成为较大风险。所以成熟的退休规划，靠的从来不是选对一个标的，而是让不同资产各司其职。想要规划风险与报酬的平衡系统，首先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团队。股票或指数型 ETF 是成长引擎，负责在退休期间持续帮我们工作，对抗通膨。债券或固定收益资产是避震器，在遇到市场波动或进入经济衰退时期，让你还有持续性的现金流与节税功能。黄金则是我们对抗市场不确定性与区域冲突升温时期的定心石。另外，退休后维持比就业时期偏高的现金储备，也是相当必要的流动性。没有哪一种资产是完美的，也不会一无是处。只要适当配置，放在对的位置并取得平衡，整体就会变得稳固。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顿·马尔基尔在《漫步华尔街》一书中传达，多元化投资组合能够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保护你的资本，降低单一市场或公司波动对资产的影响。至于配置比例该怎么抓，这会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退休前的储蓄率与资产规模都不同。但观念是一样的，退休的配置重点已经不是追求高额报酬，而是让资产稳定增长，并且现金流活得够久。同时，也有以下3个思维陷阱需要留意。第一个陷阱，我还年轻，为什么现在就要思考这些？现在资金还不多，等存够钱再来配置就好。我们要知道，建立稳健的资产系统是渐进式的，资产成长也是需要时间复利的帮助。
越早开始思考与执行，对你规划未来生活越有利。况且，当你现在不去想，未来有很大几率也不会执行，甚至到时候时间也无法再给你太多机会。时间本身就是最强的资产，但我们总是不经意的在忽视它。第二个陷阱，过度保守，害怕投资。很多人习惯把钱全放定存，表面上很安心，但经过20-30年下来，真正侵蚀你的不是市场波动，而是通膨。这在就业阶段感觉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当时仍持续有薪资收入，但退休后则会相当有感。第三个陷阱，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长照与医疗费用。这笔支出通常来得慢，但发生经常就很重。它不该和生活费混在一起，而是要独立规划或搭配保险机制来配置。能耐心将影片看到这里的朋友，我相信在你们心中也早已有所想法，但或许只是没有头绪，也不知道从何开始。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修伯里曾说过，目标如果没有计划，它就只是一个愿望。接下来，我们必须踏出将愿望变为现实的第一步。透过先前分享的记账表与4+72法则估算表，大家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与目标应该都有进一步认识。今天在这里分享一个基础的资产配置框架 Excel 表给大家，内容中包含了今天提到的基础资产配置与所得替代率估算公式，以及相关注意事项。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到影片说明栏连结下载使用。表格内容区分为就业族增长型、退休族保守型两种。另外也放上桥水基金瑞达利欧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其基金的全天候投资组合大概配置比例给大家参考。分享的表格只是基础框架，所有内容仅供参考，并不具任何投资建议。各位可以依照自身的财务情况与投资偏好调整此表格来使用，主要是帮助大家至少能够跨出投资的第一步。当你开始使用表格的同时，表示你已经开始在为自己的未来思考。退休金，它不会只是一个数字，而要是一套可以持续运作的系统。最后给大家3个具体行动方向。第一步，计算。算出你理想的退休生活需要多少现金流。第二步，分配。开始多元配置，别把未来压在单一选择上。第三步，调整。每年定期检视并调整你的资产比例。退休不是终点，而是人生另一段旅程起点。提早开始规划，打造你未来的财务水龙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未来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相关影片，让我们一起在理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我们下次再见。